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哈佛耗时40年发现，学霸并非天生，小学阶段很重要。人类以卓越的学习能力和无匹的主观能动性，在地球生物链中确立了独特的地位，荣耀于食物链的顶端，并因此获得了创造与变革世界的无尽可能。从社会心理学的透视中，我们理解到个体在其生命周期中始终浸没于不息的学习之海，此过程对于个体的全方位成长与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在学习这条道路上，无论是知识的堆积、认知能力的飞跃，还是对宏阔客观世界的理解与把握，皆是一个从无到有、从浅到深的挑战与探索。值得深思的是，个体在知识吸纳上的表现，会在诸多层面上影响其生命历程的展开与高度。这其中，个体的学习能力无疑受到了种种因素的塑造和嵌入，如内在的接纳能力、认知理解水平、个性及行为习惯等。另一方面，外在的社会环境、教学氛围、教育品质及师资实力等因素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进入现代社会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，各领域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渴求日益增强。如此，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体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发挥，把握知识、知识储备量、知识应用能力及学历等，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综合实力的重要尺度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学校成为了主要的教育场所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学霸这个词汇逐渐成为一个熟悉而频繁的标签，它源自网络语境，指向那些在学术成就、学习能力、自控能力及积极态度方面表现出众的个体。学霸们在知识的接纳与应用上展现出了显著的优越性，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。有一种观念认为，孩子若在年幼时展露出卓越的学习能力，长大后定将继续保持其学霸地位，并且步入一个光明的未来。然而，心理学家们警告，这一观点可能过于简化且片面。一个人的儿时表现，并不完全预示着他的未来。在中国的古代故事《伤仲永》中，即展现了一个在童年时期表现卓越，但成年后因缺乏坚持而变得平庸的例子。相对的，某些在儿童时期表现不够突出的个体，通过后天的坚定努力与持续发展，或许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，提升全方位能力，并在未来取得显著的成就。那么，怎样才能够掌握成为学霸的关键呢？哈佛大学开展的一项持续长达40年的深度追踪实验，涵盖了超过1万名学生作为参与者。经过研究者们详尽的大数据分析与追踪统计后，结论卓有成效。学霸的成长并非完全依赖天赋，而更多的是通过后天精心培养与训练所成。而孩子走向学霸的关键时期，被确定为5到12岁这一敏感而重要的年龄阶段。成功的路径与以下3方面能力的培养息息相关。1、培养学习习惯。首先，坚实的学习习惯是通往学霸之路的初步。哈佛的实验研究发现，那些在成绩上表现卓越的学生，常常不是最为聪明的一群，而是那些能够维持良好学习习惯的坚持者。对于学习的理解，家长和学生时常陷入某些误区。他们以为，只要认真听讲、精心记笔记、及时完成作业，
学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就应该随之提升。然而，学习的海洋远比这要宽广。在学习习惯的塑造中，注重细节的打磨常常会决定最后的成功与否。如精准的预习、记忆技巧的运用和课后知识的巩固都至关重要。倘若能铸造如此的学习习惯，学生便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，自觉、自主地行驶在知识的海洋中。2. 激发学习兴趣。众所周知，兴趣是最佳的教师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孩子对学习的兴趣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。来自哈佛的实验表明，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是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去点燃的。家长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，让孩子主动产生学习兴趣，往往比被迫死记硬背更为有效，特别是在孩子的幼年期，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更为旺盛，对新事物充满了探索的冲动。在这关键时期，家长的引导教育作用至关重要，不要阻止孩子尝试探索新事物，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让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。3. 初步建立逻辑能力。哈佛的实验同样展现了，大多数成绩优异的学生都拥有超凡的逻辑思维能力。他们在学习知识时，不依赖死记硬背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深化记忆，并在将来灵活运用所学知识。因此，学习的焦点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机械记忆，更在于知识的内化、转化与应用。强调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，将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将所学知识转化为个人能力。总结，成为学霸的过程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后天通过系统的培养与引导实现的。持之以恒的学习习惯，对学习的持久兴趣以及卓越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是构成学霸的关键要素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下个视频见。